我给你20万，跟我。你说啥？我说我看上你。哥，你到底啥意思哎？哥，你别逗我，我只是想买眼珠的。女孩早已结婚，眼前的大哥要包她，她生气的想要离开，背后的现金一直在增加，直到最后变成了100万。女孩停住脚步，有些心动。100万是她几十年都赚不到的数目。大哥玩的是杀人诛心，特地叫来了女孩儿的丈夫。你媳妇儿跟我了，你可以滚了。男人不可置信的逼问自己的老婆：“你怎么这么贱呢？你怎么这么贱？过分了啊！”而老马所做的这些，都是在告诉一旁的李红旗，每个人都有他的价钱。开个玩笑。你媳妇儿还是你媳妇儿，好爱的。李红旗见老马不拿别人当人，当即就算结下了梁子。你可千万别犯法呀！离开夜总会之后，李红旗想起刚才看见的三哥，发现他去过拐子家看望小豆包，猜想拐子的自杀可能与老马等人有关系。通过警局多日的调查，大概弄清楚了几个头目的关系。为了得到进一步的线索，李红旗决定从小优入手。可小优是单立博，并不想招惹那些大哥，李红旗只好留下电话，等他想起来再说。几天后，小优刚刚接待完一个客户。老妹儿，整挺好，下次哥还找你。小优看见老马带着夜总会的一个姐妹，不知什么原因，他就是想跟着过去看看，结果发现老马正用毒品控制着那个女孩。一瞬间，往日的一幕重现。当初小优就是被量子哄骗吸了面粉，好端端的一个优秀大学生，沦为了夜总会的坐台小妹。想到有人继续遭受这样的命运，小优决定给李红旗打去电话。不幸的是被量子发现，被暴打了一顿之后，送到老马这里。老马知道李红旗最近一直在调查自己，于是让大兵哥去摆平。没一会，李红旗带着警队来到夜总会，因为老马早有准备，所以警察也未能找到小优的线索。李红旗来到夜总会后门，发现对面的烧烤店安装了摄像头。老马团伙为了迷惑警方，用3辆车把女孩们接走了。李红旗通过追踪大兵的电话，追上其中一路。大兵希望看在昔日的情分上，求李红旗放他一回，面在兄弟一场。李红旗劝他自己去自首。帮我的说帮我的。好好说话已经没有效果，两人继续用拳头。这场战斗可以说拳拳到肉，李红旗一记爆摔将大兵放好，大兵继续抵抗，两人打得难舍难分。见红旗不打算放过自己，大兵也认真起来。然而最终还是不敌李红旗，被对方铐了起来。此时的小优正被拉向更加恐怖的深渊。